昨天美股经历了一个黑色 AI 芯片日，美股的三大指数集体回调，全线收跌，大型的科技股普跌，其中英伟达跌了近4%，市值一夜蒸发了1990亿美元，大概人民币呢就是1.4万亿。就连业绩暴涨63%的 AI 公司 Palantir 财报亮眼，拿下了100亿美元的军方合同，还跟迪拜谈合资，可是股价也暴跌了。这不奇怪吗？为什么连炙手可热的 AI 股都开始跌了？更离谱的是，Michael Burry，也就是电影《大空头》里面那个主角原型，最近又出手了。他用自己的基金80%的仓位去做空英伟达和 Palantir。那些在2008年靠预测危机赚到上亿美元的人，现在又在对 AI 板块下注下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业绩的问题，而是估值和流动性的双重泡沫。就像2000年的互联网。2008年的房地产，当全市场都在说这次不一样的时候，往往就是这次其实也一样的开始。之前的美股 AI 泡沫、美元、美债、黄金一起在上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这个美元指数，即将回到了8月份的100。都说对于美元美债越来越不信任，但是美元指数一直在恢复当中。黄金呢，本来和美元是跷跷板的关系，但是黄金从8月份到现在也上涨了20%了。资本市场也挺好啊，从8月份到现在涨了13%。之前最新公布的9月份全球外国投资者，既包括了央行，也包括民间投资者，持有美债创了新高。达到了9.16万亿美元。当前美股市场的高位啊，不仅有基本面的因素，也深深烙上了美国财政和流动性驱动的印记，可以说是被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托起来的。美国政府欠了38万亿美元的美债，光利息一年就要还将近1万亿，比他的军费开支还多。他们不能让市场崩溃，否则他们连利息都还不起了。所以美股、黄金、美元居然能同时上涨。这不是繁荣，而是美国财政主导下的幻象稳定。那么，美国为什么不削减它的支出呢？因为它最大的3项开支啊，社保、医保、军费，任何一项都砍不得。一旦砍了，那选票就没了。所以，美国财政陷入了一个政治囚徒的困境，谁都知道要刹车，但是谁也不敢。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再也不能独立了。你以为鲍威尔降息是为了救市场吗？不，他是在帮财政部降低利息成本。因为债太多了，不降不行。这就是所谓的财政主导货币。当债务扩大到一定的程度，货币政策的目标呢，就不再是通胀或者是就业了，而是先让财政活下去。所以美股不能崩，美债也不能跌，黄金还不能弱，